咱的5000万块，因为咱有钱讲，互因，咱讲我要去会使救。勇敢的人敢面对现实，面对事实。这个国家是新加坡。Siapa yang patut, siapa yang baik, siapa yang suci hati, dia yang menang. 在新加坡，持有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证的住民有400多万人，其中75%是华人，印度人占15%，马来人只占7.5%。这对于一个位于东南亚半岛的国家而言，相当独树一格。相反的，新加坡的邻国像是马来西亚，将近70% 是马来人与原住民，华人只占20% 出头。泰国华人只占了10%左右，印尼与越南的华人比例更少，只占了1%上下。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新加坡一个东南亚半岛的国家有如此高比例的华人人口呢？这一期我来谈谈为什么新加坡有这么多华人。After the British took Hong Kong and opened up treaty ports in China, many more Chinese spread out in every direction, in fact, to different continents, including thousands who came to Singapore on the way to other islands and also to the Malay states.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谈谈新加坡崛起的历史。新加坡是怎么兴起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太显而易见的重要了。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关口，向西通往印度洋和大西洋，向东通往南中国海和太平洋。你可能会觉得，新加坡应该一直都是海洋贸易的重要据点吧？其实不然。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但同样位于马六甲海峡中部的马六甲可能更重要，更有影响力。曾经在15、16世纪时，有一个强盛的穆斯林王国——马六甲苏丹国，统治着这片海域。当时的世界海洋贸易体系里，最重要的2个玩家，无非就是印度和中国。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苏丹国只要掌握了马六甲，所有来自印度方向或南中国海方向的商船势必得经过马六甲，掌握了马六甲，等于掌握了海上航线的关键。因此，马六甲就是这片海域中最重要的港口。此外，马六甲还有一个天然条件比新加坡强，也就是它地处马来半岛之上，整个马来半岛都是其腹地。透过这广袤的腹地，马六甲能轻松取得许多重要资源，像是饮用水、人口等等。这些种种使得马六甲在当时都强过新加坡。相反来说，由于新加坡不直接连接马来半岛，运送资源到新加坡的成本就相对来说较为昂贵。虽然在14世纪时，由于蒙古帝国的崛起带动了海洋贸易，新加坡岛因而受惠。当时曾有一个新加坡王国，中文文献称为生切普罗王国。即使14世纪的新加坡王国确实因为地理位置繁荣了近100年，但上述所说的先天地理条件之不足，使得它难以维持。14世纪末，新加坡王国被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的帝国势力所灭。从这时候起，即便外在的政治环境剧烈变化，先是马来人统治了新加坡岛，后来葡萄牙人、荷兰人分别又在16、17世纪殖民过，但新加坡充其量就是一渔村，没有太口潜入。在19世纪成为英国殖民地的第1年，大家猜一猜，新加坡有多少人？答案是只有120个马来人、30位华人以及一些罗越人的部落。因此可以说，至少200年前，新加坡的人口相对稀少，也没有大量的华人聚居。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个疑问：15世纪以来的欧洲大航海时代，难道没带动新加坡的发展吗？为什么在大航海的背景下，英国人来之前的新加坡还是如此不起眼呢？原来这跟当时的香料贸易有关。15世纪以降，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分别在亚洲建立起了殖民据点。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到亚洲干嘛？就是因为亚洲的商品有很大的商机。除了丝绸以外，香料在当时也十分赚钱。葡萄牙人率先找到通往亚洲的航线，他们从好望角出发，往北到波斯湾，并在西印度与马六甲海峡建立起殖民地。为了与中国通商，又得到澳门，印度的香料经由这个航道向东亚、中东和欧洲市场输出。后来西班牙人他们掌握了欧洲经美洲到菲律宾的航线，美洲的香料透过马尼拉运往东亚和欧洲。晚一点到了17世纪，荷兰人也来了，东西两边的香料航道都被占领了，怎么办呢？荷兰找到另外一块出产很多香料的地方，它就是今天的马鲁库群岛，也就是俗称的香料群岛。既然马六甲海峡被葡萄牙人占领，那荷兰人就改去占领苏门答腊与爪哇岛之间的巽他海峡。
事实上，在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前，欧洲人到亚洲势必得从非洲好望角过来，从好望角到巽他海峡，再经爪哇岛、香料群岛到南中国海。比起马六甲海峡来说，这个航线更快、更有效率。荷兰人占领后，这个新航线很快就超越了葡萄牙、西班牙，所以马六甲海峡在17世纪以降，相对于巽他海峡而言，光芒就暗淡了些。所以在英国人来到之前，新加坡之所以潜伏不出，不单纯是因为马六甲海峡还有个更好的港口城市马六甲的缘故，还是由于当时的香料航线所致。然而，这个情况由于另一个欧洲帝国的加入而有了巨大的改变，那个帝国就是英国。18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掌握了南亚次大陆，以 Calcutta 为中心向四周扩散。不同于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对香料的着迷，大英帝国发现另外一项火爆商品，那就是茶叶。当时欧洲着迷于红茶，而清代中国恰好是制茶业的领头羊，拥有第一流的制茶技术，使得清帝国从17、18世纪开始，基本上靠茶叶躺着赚。大量的白银从海外流入中国。19世纪初期的英国，为了从中国取得更多茶叶，并倾销鸦片回中国，一直在找南亚次大陆之外到南中国海之间的新的殖民据点。如前所述，当时马六甲海峡与巽他海峡的航道早就被荷兰占走了，从美洲到东亚的航线又有西班牙的马尼拉卡着，英国人一直找不到切入点进场。然而19世纪初，欧洲发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那就是拿破仑战争。法兰西帝国横扫欧陆，直接把荷兰本土占领。英国人为了不让法国的触角延伸到荷兰的海外殖民地，抢先一步主动帮荷兰代管殖民地。所以有一段时间内，马来半岛与印尼群岛的荷兰殖民地都是英国的军队。英国人就是从这时开始抢新加坡。1819年，英国人在当时人烟稀少的新加坡建立起了殖民据点，吃取荷兰的震怒。但问题是，当时经历拿破仑战争的荷兰百废待举，荷兰东印度公司又因为经营不善濒临破产，他们没有太多筹码同英国人拉扯。如前所述，对荷兰来说，他们的生命线是非洲好望角到巽他海峡，然后至巴达维亚、南中国海这一段的香料航线。只要英国人不涉入巽他海峡周遭，荷兰都还算可以接受。对于荷兰的底线，英国也做出承诺，称只要荷兰退出马来半岛，并且不再过问新加坡，大英帝国也不会去影响荷兰在印尼的殖民地。于是1820年，英荷签署合约，重新制定了两国在这一区段的势力范围。英国得到包含新加坡的马来半岛，但问题是，英国人要新加坡做什么？原来是因为中国。1824年时，当时尚未爆发鸦片战争，所以大英帝国在中国没有殖民据点。当时清政府承认的对外港口就只有广州，除了少数案例以外，几乎所有外国人要与大清做生意都必须经过广州。所以，如果英国人想要取得更多中国的茶叶，并且有人帮他在中国卖鸦片，他必须找中国人帮忙。不同于葡萄牙人在澳门、西班牙人在马尼拉，英国人的新加坡距离中国大陆更加遥远，所以有中国商人帮他们，对当时的英国来说就变得至关的重要。现在我们总算来到本视频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新加坡会有这么多华人？原因就是因为英国人在新加坡殖民出去的目标是吸引大量中国商人过来，但西班牙人的马尼拉、葡萄牙人的澳门、荷兰人的巴达维亚都比新加坡更早就建设了，已经吸引许多中国商人前来了。凭什么大家要去当时只有几百人口的新加坡呢？没错，英国人也知道他们在竞争上很劣势。当时负责管理新加坡的苏门答腊总督 Thomas Raffles 想到了一个点子，那就采取低税政策来吸引中国投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听到耳朵长茧的自由港的概念，就是200年前新加坡崛起的秘诀。1819, only a little over 100 years ago, Stamford Raffles, a far-sighted official of the famed East India Company, realized Britain's great need of an important base in the Indies for future expansion of Eastern trade, and against advice and wishes of his company, secured by agreement from the Sultan of Johore, an island off the extreme southern tip of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here founded Singapore, a settlement destined to become, within less than a century, one of the greatest commercial ports and the most strategic point of the British Empire.
前面已经提到过，新加坡只有120位马来人、30位华人与不多的原住民部落。但当面向中国商人的自由港政策执行以后，就如同磁铁一般，吸引大量福建、广东的中国商人前来。1824年时，新加坡的中国闽粤人口就达到3317人。1836年时，华人人口直接翻倍，达到了13700人，正式超越了马来人，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但是，1839年的鸦片战争的爆发，清廷战败，割让了香港，此举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加坡的地位，因为大英帝国也在中国有了殖民港口，原本设计来面向中国的新加坡，顿时失去了原本的角色。但是往后，苏伊士运河在1850年代的开通，又给了新加坡全新的机会。By separating Africa and Asia, this man-made route has transformed the world forever. Since its cre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it allows ships to pass directly from the Mediterranean Ocean through to the Red Sea. This is a considerable shortcut as they no longer have to go around Africa. 为什么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带给新加坡巨大的机会呢？我们来看地图。过去欧洲人想要到印度洋、太平洋，他们势必必须通过非洲好望角。这个航线最重要的关口就是荷兰人控制的巽他海峡。英国人之所以还是尝试控制马六甲海峡，是因为它坐拥广大的印度腹地。但如果纯就便利性来说，巽他海峡的重要性依旧远大于新加坡。然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得欧洲商船不再需要经过好望角了，直接从埃及这里就能进入波斯湾、印度洋。从这时候开始，新加坡进入新的纪元。它的角色从原本专门对华的港口城市，变成面向全世界的货运中转站。然而，为什么新加坡仍然是以华人，尤其福建、广东和客家人为主呢？主因是华人庞大的帮会系统。I'd seen these clan houses everywhere, not knowing what secrets were hidden behind these gates. I had so many questions, but getting access was a real challenge. 1807年，不列颠议会通过一项法案，那就是废除奴隶买卖法案。日不落帝国境内不再允许奴隶交易了，这是个巨大的转折点。事实上，这项法案引起不少海外英国殖民政府和白人精英的不满，因为开发新的殖民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没了奴隶，殖民地劳动力势必短缺。但能怎么办呢？这使得英国如同其他欧洲国家，在殖民地采取的都是种族隔离政策，并搭配分治法，透过撕裂本土族群达到控制的目的。19世纪中叶的新加坡，由于自由港的各项措施，已经吸引了大量华人移民前来。英国殖民政府透过华人治华人，能减少不少治理成本。这些移民中最有势力的，莫过于闽粤客籍的华人。这些地区的人时常出海打拼，因而以地缘为基础的帮会十分盛行。虽然这种帮会是以互助为目标，虽然不完全，但其实雷同于现在的黑社会。毕竟在海外，华人不像在台湾有清帝国在背后撑腰，能进行殖民拓垦。海外的中国人更像是孤儿，所以这类帮会通常有很显著的武装倾向。这些帮会以闽南人势力最为庞大。例如，这是17世纪末，满清彻底消灭明朝势力以后，不愿意服从大清的李维京，他来自福建厦门，后来离开中国，来到马六甲，成为葡萄牙殖民地的甲必丹，也就是欧洲殖民地下的华人社群首领，协助殖民政府管理华人。像是李维京这样的华人，吸引了非常多同乡前来马来半岛。这些移民有些是为了生计，有些则是因为政治，永远的离开中国大陆。但相同的是，从17到19世纪，在马来半岛的华人甲必丹几乎清一色由闽南人担任。如此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新加坡。这位是新加坡的闽帮大佬薛佛记，祖籍漳州人。他在18世纪末随着父亲到马六甲做生意，因为锡矿富起来以后，薛佛记在新加坡大购地，成为当时新加坡最大的地主。薛佛记领导的闽南帮在新加坡快速发展，他捐钱建造闽南人的寺庙，也就是供奉妈祖的天福宫，至今香火仍然鼎盛。帮会成了新加坡华人移民的保护伞，他们也为英国殖民政府到同乡招募乡亲前往新加坡。据统计，1841年时，新加坡人口不过2万人，但帮会党员就有1万名之多，占总人口的50%。这里只举闽南人的例子，类似的组织模式也可以在新加坡的广东和客家族群中见到。Yes, can I help you? 请问这多少钱呢？ Sorry? 呢
比較聽華語嘅啫。你都學唔出咩？You know Chinese 啊 No.？Okay, I speak English 啊。嚇？你曉未？放心啦，你抄本人你 keep 啊。My friend want to buy this computer 啊，because he want to play in Internet 啊，Indian Next 啊Internet. Indian Next 啊。Internet, you mean, sir? 哎呀。总而言之，新加坡的崛起与中国密切相关。这也是为什么打从一开始，英国殖民者就以招募华人过来为主。此外，大英帝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与华南同乡帮会也吸引了大量的华人移民前来。但像磁铁一般吸引更多华人前来的是新加坡的低税政策与发展潜力。因为这些缘故，如今才会在东南亚半岛上建构起一座有300万华人的城邦国家——新加坡。